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作为地道的广东人，做鸡我也是最拿手的。今天有空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广东人从3岁吃到103岁的广东家常菜豉油鸡。这样做的豉油鸡吃起来皮爽又嫩，酱香浓郁，特别的美味又好吃。最主要的是做起来也特别简单，这做法也同样的适合家庭操作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新鲜的光鸡，要想豉油鸡做的好吃，鸡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不要选择老鸡，老鸡太老咬不动，而太嫩的鸡吃起来绵绵的也没有口感。我们最好选择刚下蛋不久的小母鸡，这样的小母鸡吃起来皮爽又嫩，特别的鲜美又好吃。下一步我们先把小母鸡给它处理一下，把鸡身上残留的一些鸡毛给它拔除干净，还有鸡头上面的2个通风系统也给它清洗一下，把它清洗干净。另外我们也需要把鸡身上的一些汗皮，也就是黄膜给它搓洗下来，否则会造成豉油鸡上色不均匀，卖相也欠佳的情况。把鸡外面清洗干净以后，接着再把腹腔也掏洗一下，把鸡腹腔里面所有内脏包括鸡肺全部的掏出来清洗干净。我们将鸡第一遍清洗干净以后，接着重新的添加清水，再一次的将它清洗一下，用手把鸡身上的每个窿窿罅都给它清洗干净。把鸡的里里外外都给它清洗干净以后，就这样鸡的初步加工就已经处理好了。接下来把鸡放在案板上，再把鸡脚给它砍下来。鸡脚可以单独的留出来炖汤也是非常好的，但是如果家里面要拜神的话，就不要砍鸡脚了。接着把鸡放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准备豉油鸡所需要的小料。右边的是红葱头原本的样子，左边的是已经是去掉外衣的。如果买不到红葱头的话，也可以用小圆葱来代替。我们准备适量的红葱头，先把它的头和尾给它切下来去掉不要。把红葱头处理好后，先给它装在碗里面备用。紧接着再准备小块的生姜，清洗干净以后，直接的把它改刀切成薄片。再准备1到2颗小葱，给它直接的改刀切成小段。全部切好后，先给它装起来备用。好了，下一步我们开始正式的制作。锅里面添加适量的花生油，把油烧热以后，接着再把姜葱蒜给它放进锅中，用小火给它慢慢的翻炒一下。先把小料给它炒香，炒出香味。我们将小料炒香以后，紧接着再往里面添加少许的八角和香叶，一定要注意少许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太重的味道。然后再继续的开小火，给它不停的翻炒一下，把八角大料给它炒出香味。我们将所有东西炒香以后，紧接着再往里面添加1碗的生抽酱油，然后再立刻的调为大火，把它烧开，把酱油给它煮一下。这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，经过把酱油给它煮沸以后，可以很好的激发出酱油的酱香味，那么做出来的豉油鸡吃起来也会更加的香。大火把酱油煮香以后，紧接着再往里面添加2碗的热水，水和酱油的比例是2比1就可以了。下一步我们将汤水进行调味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，还有少许的胡椒粉，然后再往里面添加1小勺的老抽，增加颜色。紧接着再往里面添加半碗的米酒或者是玫瑰露酒。接下来我们再把清洗干净的小母鸡放进汤水里面，还是3上3下，放下去3次，提起来3次。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收紧鸡皮，而且还有就是让汤水灌到腹腔里面，从而让鸡内外的水温能够达到一致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拍摄不易，
如果觉得我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就麻烦您对屏幕帮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感谢您了，感谢您长期来的支持和鼓励。最后再往里面添加一小块的黄片糖，一小块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太多。然后我们再扣上盖子，紧接着我们再把火候调为最小的火，用最小的火把它煮20到25分钟左右。在中途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把鸡给它翻个面，让鸡更好更快的成熟和入味。经过25分钟之后，我们再用勺子把汤汁均匀的淋在鸡的上面。经过这样的处理，可以让鸡更好的上色，而且上色的也更加的均匀。我们该怎样去分辨鸡是否成熟了呢？可以用一根竹签或者是筷子，在鸡腿上最后的地方能够轻松的插进去，而且还没有血水流出来，那么就代表鸡已经是完全的成熟了。现在我们看一下，没有血水流出来，那么就代表已经是完全熟透了。像这种大小的鸡，一般是20到25分钟，基本是熟了。接着将它捞出来，放在盘里面，等到稍微的放凉一下再砍。这也是饭店里面砍出来的鸡这么成型又好看还不脱皮的原因了。哇，这鸡的颜色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，我的口水已经不自觉的从嘴角流下来了。我们将鸡全部砍好之后，接着给它摆入盘中，最后在面上再淋上少许的汤汁。就这样，这道非常好吃的广东豉油鸡就已经制作完成啦。这样做出来的豉油鸡吃起来皮爽又嫩，酱香浓郁，特别的鲜美，让人吃上一口就立刻的爱上了。作为一个地道的广东人，做鸡我也是最拿手的，这也是我家里面所有人最喜欢吃的一道家常美食之一。马上就快过年了，喜欢的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给家里人也试做一下。而且过年的时候请客吃饭也倍有面子。如果您按照我的方法做出来的豉油鸡，保证您做的比饭店里面做的还要更加的好吃。最主要的是这个做法做起来也非常简单，就算是新手小白也能在家里一个人轻松的操作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哦。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，点我头像进去还可以看到往期更多美食做法。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大吉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